皇帝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海。今天我想聊聊钱包与权力。争取金钱一直是女权主张中重要的一环，衣食住行、技能学习、享受生活、出国移民，甚至推动女权发展，每一项都需要钱的支持。可社会是如何教育我们的金钱观呢？意识形态上，男人发明了拜金一词，用来羞辱争钱的女性，制造为了钱就是坏女人的形象，实现金钱猎巫，打压女人对金钱的需求。同时宣传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，把女人的关注从应该夺取的金钱上，转移到了和男人虚无缥缈的爱情里。除此之外，他们扩大宣传男人的工作能力，把草台班子吹嘘到无法触摸的高度，洗脑女人放弃对高工资工作的竞争。习俗制度上，利用轻女重男剥夺我们的财产继承权，利用婚姻削去女人的臂膀，依附男人，先夺走我们本该属于的一切，再给口残羹剩饭，制造本来不存在的困境，一代一代的欺骗女人为奴。金钱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推离女人身边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选择心有大爱，为了爱可以奉献出一切，甚至在面试时还讲下工资多少都行的蠢话。直到我开始上班，现实很快教会我，没有钱就没有权利，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资源，因为金钱是资源的直接象征。无论是住房、食物、医疗还是人脉，没有金钱就会增加资源的获取难度，削弱对生活和环境的掌控力，也就是权力的流失。没有钱就没有行动自由，拥有金钱可以减少对家庭、工作的依赖，从而自由地决策人生选择，获得对人生的控制权。没有钱就被削弱了社会话语权。金钱可以让我参与和影响社会网络和决策体系，拥有财富的人更容易获取社会关注，拥有更多表达意见和推进改革的机会。没有钱，时间就会花费在基础生存上，削弱争取权利的可能性。因为金钱可以购买时间和效率，从而让我腾出精力关注自我成长。没有钱，就没有风险对冲的工具。危机来临时，金钱可以帮助我渡过难关，而没有钱，可能要承受更多的代价。原来，金钱不仅是物质财富，更是权力的延伸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所谓为爱奉献，不过是免费劳动的包装。归根结底，是因为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不够，我没有把自己当作第一性对待，导致对金钱不敏感，也就是对权力不敏感。接下来我们以第一性视角，也可以说是皇帝视角，来看看现实。我们的出生万众瞩目，家庭和社会给予我们最美好的祝福、赞美和期待，期待我们拥有世界上的一切。在很小的时候，你就被告知，作为家里未来的继承人，你需要学习如何挣钱，如何争夺权利，因为财富是生存的筹码，未来要靠你自己争取。成长过程中，家庭满足你发展爱好、衣食住行的一切需求，为你铺好前进的道路。你终于长大成人，家庭为你购置房车，社会为你购置仆人，免去你打拼世界的后顾之忧。你享受金钱，享受生活，享受把一切握在手中的掌控感。是不是感觉很不错？但现实是，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的生活，而女人呢，则是社会购置的仆人，接受着对钱权不敏感的教育。所谓的钱权不重要，就是一场专门针对女人的骗局。认清事实并不需要沮丧，即使我们没有这些经历的加持，没有同样的机会和资源，但我们是女人，是天生的第一性，是即使被洗脑，只要有一线机会，就会抓住崛起的女人。现在就是重新开启皇帝视角的时刻，
第一，调整自我心态，了解自己天生第一性的强大，同时正确看待金钱。我们天生就该拥有财富，财富会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涌来，金钱不会主导我们，我们是金钱的主人。第二，争取家庭财务支持，大胆索要应得资源。身为家庭继承人，要房、要车、要资源是理所应当的事，要表达自己的需求，不退让。第三，守住金钱，远离掠夺者。不为各种形式的男人花钱，不为冒犯女人的东西花钱，不为愚昧的母父买单，不踏入婚姻，不做甘愿被奴役的人，守护到手的资源。第四，持续的学习理财投资，让钱生钱。学习资产配置，活期、定期、基金、股票、房产、加密货币，选择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。调整心态和守住金钱其实并不难，只要认清现实就能做到。如果你还无法完全理解，请看右上角重启人生的那条视频。今天我们重点讲讲争取家庭资源和学习投资理财。争取家庭财务支持，女人必须要重视自己，从为自己而活的立场出发，不再是贴心小棉袄，而是无情大铁锤，砸碎那些虚伪的孝顺枷锁。女人往往对自己的道德感要求很高，从现实生活中就可以看出，母父偏心家里的男儿，把财产留给他们，却要求女儿养老；或者母父以给你买车为条件，要求女儿先结婚伺候男人。类似的话术，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。现实这么明显了，女人还在告诉自己孝顺大于自我。一个真正的皇帝是不会这样做的，他会将自身利益放在最前，有勇有谋，巧妙规划，确保自己得到应该拥有的理想生活。讲个故事，一个女人生在有男儿的富裕家庭，她高考失利后，在家庭的支持下出国留学了。虽然她很喜欢国外的生活，但是因母父的要求，毕业之后不得不回国。家庭轻女重男，给男儿买了2套新房，而她只得到1套破旧的小房子。后来她结束了一段糟糕的婚姻，回国工作几年后依然不如意，萌生了再次出国的心。但此时家道中落，财务困难，她自身的积蓄不够，就想依靠男人走婚绿的路。婚绿有多少坑我都懒得说，更别提她异想天开和男人做交易。我不知道她成功没有，现在在哪儿。她如果早些觉醒，采取皇帝视角，有10000种机会可以过得更好。母父要求她回国，她可以拒绝，坚持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，这是一错。家里给男儿财产多，给他少，他没有争要同样的资源，这是2错。看清婚姻的本质之后，还想依靠男人，这是3错。懦弱不睁开双眼看现实，这是4错。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，看重自己的想法，一开始他就不会回来。就算回来了，看到家里分配资源的不平等，他会要求一样的资源，自住和出租自己的2套房子，管理钱包。几年的出租费加上上班的工资，一定足够他再次出国。就算他没有争到同等资源，他自己的积累不够他去喜欢的国家，他也可以卖掉小破房，采取迂回战术，从不那么花钱的国家开始，慢慢转移。我站在故事的外面，看着他步步落入陷阱。我给过他忠告，但他还是毅然跳下去。那个时候我明白了，女人是有能力自救的，只是她不愿意。虽然我很惋惜，但拯救她不是我的责任。每一个女人都要为自己而活，要自己救自己，成为骑士，成为利剑，锋利地斩断所有困住你的东西。只要迈开腿，就能走出困境。学习投资理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
因为市场在变，经济环境在变，个人的目标和需求也在变。女人在理财方面有天生的优势，那就是对风险的敏锐直觉与保守策略。这种优势可以帮助我们在投资中规避大部分的雷区。如果你刚刚开始，可以从最基础的理财方式入手，比如银行定期存款、货币基金或风险较低的债券基金。小额投资不仅让你熟悉基本规则，还能增强对金钱流动的敏感度。这种小额试水的方式可以帮助你慢慢培养自信，进行更多复杂的投资。投资的时候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通过多样化投资，可以降低因单一市场波动而带来的损失，比如按一定比例同时投资股票、基金、房地产或虚拟货币，但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合理分配。在投资过程中，切忌听信盲目推荐或追逐短期暴利项目，花时间学习一些基础的财务分析，理性地判断市场趋势。每个人的投资目标都不相同，实现财富积累或者希望财富自由，明确目标可以让你有更清晰的方向。例如，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，5年后存够首付款买房，或者10年后拥有一笔足够大的资金，可以半退休生活。目标明确了，理财的动力也会更强。财富是掌握权力的起点，而掌握财富的前提是掌握自己的人生。这期就到这里了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、传播，给我继续更新的动力。